文明重生的抉择，台湾与大陆为何不同？一、文明的生命周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东方文明的复苏与重生阶段。你可以把文明想象成一棵大树，从萌芽、生长到老化，再到枯萎。当树木进入腐化阶段，就像枯木慢慢腐败、腐烂、腐熟，最终变成肥料，为新生命的种子提供养分。腐熟期其实就是黎明前的黑暗，既脆弱又危险。如果走错方向，不但离黎明更远，还可能被残酷环境碾压。二、制造时期，文明健康的温度计。要理解文明能不能重生，我们可以用制造时期来做比喻，就像文明的健康温度计，10个等级分别是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法、暴、乱、灭、亡，及格线60分以上，也就是仁义之治，是文明真正健康、适合人类繁衍的水准。这里有2个底线值得注意：46分，法治之一的底线，代表维护法治所需的公信、勇气与动力。如果连这都守不住，再美的行使法治，再合法的恶法，都无法真正维护公信与正义。40分，法治底线，代表最低限度的制度运作。如果低于这个分数，就会迎来暴乱灭亡的后果。制度演变下，立法之治提供制度保护，暴乱之治由私心主导，灭亡之治则由仇恨掌控。3、公信与私信的原理。接下来谈谈公信和私信。民本思想建立在公信之上，政府是由下而上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，而不是冰冷的机器。君本思想建立在私信之上，政府被视为少数人掌控利益的工具。为什么私信会如此壮大？因为世界太真实了，人们容易执着于利益、恐惧与生存。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，业力形成共业，私信的力量自然增长。简要就是无为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觉察真相，返本归真。就像发现船快掉下瀑布，就是真相觉察，往后使劲划避免坠落，就是无为的作用。4、历史对比，蒋中正与毛泽东。现在我们来看历史上的例子，毛泽东和蒋中正都出生于清末，思想背景和所承接的民清政治仪式相近，但两人走的方向却完全不同。蒋中正的治理有一个关键支撑：信仰。他不仅有宗教信仰，也有理念信仰，这让他的公信得以维持，即便仍是威权统治，也算守住了法治的底线。毛泽东则完全不同，他为所欲为，眼里只有权力，心里充满欲望，公信几乎不存在，只关心掌权，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，也不在乎手段。由于毛泽东是朝私心和仇恨方向迈进，
直到于是快速堕落。蒋经国延续蒋中正的威权法治，但他戒严太紧，让台湾迈向民主法治，并加强推动公民教育和中华文化建设，为理智发展打好基础。法治就像花盆保护幼苗，理智就像支架让幼苗茁壮。而习近平则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，治理逻辑仍偏向私心与权力至上。正因为公心与私心的差异，两岸的制度水平差距越来越大。5. 两岸发展模式的分歧。来对比台湾和大陆的发展，台湾有制度和法治作为保护，逐步建立理智环境。现况是理智水平50到59分，社会能容纳公心，让文明健康重生。大陆法治几乎成了摆设，人人不守法，也不信法。只有官员互斗时，才可能偶尔为小民主持公道。社会阶级固化，红色家族、外国公民、体制内人员和老百姓，法律对不同群体的态度完全不同。如果红色家族侵害老百姓，事件通常会马上消失；若闹大了，受害的还是百姓，顶多赔点钱。社会风气极端利己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不顾他人死活，这让觉醒重生的好人非常痛苦和困难。从2021年开始，中共政府堕落加速，直到已进入灭智与亡之阶段。底层祸害严重，政府带头残害百姓，例如预制菜科技狠活，房市股市崩溃，高价医疗、教育摧残幼苗，活摘器官等，治理水平0到19分。6. 反与反，复苏重生的抉择。复苏重生的人才有能力和决心做出反或反的选择。反，基于真相觉悟，判断当前之道。如果政府能返回法治，那就反。反，当政府无法落实真正法治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效，那就只能推翻政权，重新建立法治。例如，中共政府不仅不解决问题，还打压提出问题的人。这种情况下，公心无法生存，也不可能守住法治，只有反才有希望。7. 给予文明重生的条件。所以说，未来东方文明能不能重生，关键在于如何确保民主和法治，给民本公心这棵幼苗安全、健康的环境，让它能扎根、茁壮。对于已经健康的文明，重生靠觉悟和公心；对于复苏未完成的文明，制度就是保护幼苗的重要环境。法治、理智和公民教育必须结合，给复苏的公心空间成长，这样文明才能迎来真正的黎明。